如果生个娃不是为了玩，那将毫无意义。大熊猫萌萌带萌兰究竟有多离谱？因为萌兰长相可爱，像个毛绒玩具，萌萌也不管她能否承受汹涌的母爱，抱起来就是一顿嬉戏完，扭头就走。独留萌兰躲在墙角，两眼无神，口吐白沫。有时为了逃避被老妈玩弄的命运，萌兰故意躲到高高的假山上睡觉，结果没一会，萌萌循着味就找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就要把好蛋儿带回去。但萌萌仗着自己占据地势优势，牛气哄哄的表示就算是跳下去也不回家。结果下一秒就如他所愿，两熊双双跌落。看来就算是熊猫界也不能乱立 flag。而为了让自己能够平安长大，小熊精萌兰在妈妈面前飙起了演技。当萌萌左右徘徊，犹豫是否要叫醒她时，萌萌儿始终稳如泰山的装睡。最终萌萌的母爱战胜了猫瘾，而就在萌萌离开的那一刻，装睡的萌兰立马狗狗碎碎的抬起头，看看又有哪个大冤种被盯上了。不得不感叹，与其说是萌萌生娃，倒不如说给自己生了个丰容。这天萌萌正开开心心的坐在树杈上，没眼力见的萌兰非要上来找妈妈，眼看不管如何劝阻，熊孩子都非要往上爬。无奈的萌萌只好下树给好蛋儿腾位置，没曾想一个手滑直接出溜了下去。好家伙，这可是曾作死一条蛇的大定啊！这招泰山压顶就差把萌兰回炉重造了。只能说萌萌平安长大也挺不容易的，但其实萌兰小时候也是个废头子。当萌萌站在假山上尝试爬面前的大树时，萌萌招呼着小熊友从背后偷袭妈妈，一头把萌萌撞下去，并来了个泰山压顶。只是最后被妈妈逮住，拉到树后一顿胖揍。因为萌兰从小就不喜欢洗澡，每次都是萌萌生拉硬拽拖着她去洗，萌萌就站在岸上使劲咬妈妈的肩带，力气大到就差把这块黑色给砍下来了。不得不说，萌兰挨的每顿揍都是她应得的。当萌萌正慵懒地躺在假山边睡觉时，萌兰招呼着庆大从天而降搞偷袭，萌萌咬住妈妈的脚，庆大则捂住眼睛。无法施展体重压制的萌萌一时间落入下风，但萌兰和庆大的高光时刻很快结束，一转眼两熊就被萌萌压在身下。这下就算萌兰小手刨地使劲往外爬，也无法逃脱来自母上大人的压制。这天萌兰伸出小短手够栏杆外的苹果，可脸都挤变形了还是拿不到，萌萌只好跑去恳请老妈帮忙，承诺事后必有重谢。只见萌萌径直向小苹果走去，然后不假思索地塞进了自己嘴里，连奶都是吃老娘的，能拿出什么好东西？萌兰只能悲催地扒着栏杆跪倒在地。果然姜还得是老的辣。国宝大熊猫为了上春晚有多拼，都知道花花不仅当选成都文旅局局长，还化身熊猫玩偶跟谭爷爷上了春晚，光鲜亮丽的风采把其他熊孩子羡慕的不行。趁着年末纷纷卯足了劲竞争25年春晚熊选，王小五日常高强度练习摔跤擒拿，还为了提高攀爬能力废寝忘食，认真考取了机动车以及飞行驾驶证，最终不负损损窝窝头，顺利考编上岸，成为人民的好公仆，警号01012。刚好小吴眼神劈叉一次看2个路口，以后重庆2路口就归挖警官管了。相信春晚导演组看到如此优秀的小五，肯定得考虑邀请他到春晚露脸。然而这边小五在镜头中风光无限，另一边表姐于爱一口银牙都要咬碎了。本以为他是想抢自己二馆长的位置，岂料真正目标竟然是春晚熊选。更要命的是，爱姐虽然早已入编，担任丝绸之路国际大使及重庆市节水大使，但奈何年少不懂事，沾染太多鸟命，远不如表弟芒小五身世清白。于是爱姐只好暂时收起锋芒，就算小鸟在身旁嚣张的蹦跶也不去追，甚至干脆把头转向一边，努力忽视，心中默念别气别气，忍一时风平浪静。感觉要是爱姐真的通过政审登上春晚，第二天就得去找小鸟报仇雪。此外，萌兰作为响当当的顶流小熊，同样开始走群众路线，为上春晚发力。只见营业一天的他慢悠悠的回家休息，却听见围观粉丝发出不舍的叹息声。尽管已经很累，可他却舍不得游客失望。于是萌兰一个转身，又屁颠颠的跑了出来。小连招简直把粉丝的心拿捏得死死的。就是说，如此懂事暖心的萌儿怎能不爱？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能通过政审上春晚。福宝虽然也是影响力超强的国际明星，但由于先前有限韩令没能上春晚，如今回国了，终于能正大光明的竞争了。福同志不仅凭实力被央视点名表扬，和饲养员游客的关系也非常融洽，并且还是个热心肠的好宝宝。因为外场水池水流太小，又不想麻烦奶爸，福宝就自己上手掏出了里面的水泥片，修完水池还盯上了电线上的小黄牌，似乎是担心这玩意会把细细的电线压断。就是说，宝贝心是好的，但可别电到自己，不然猫粉姨姨们该有多心疼。其实不只是这些顶流熊猫在竞争名额，就连24级新生仔仔都在发力了。媚珠自从学会走路就开始练习越狱，很难不怀疑小家伙早已谋划好，要在大年30悄咪咪越狱奔向春晚舞台。虫洞其三妹虽然比媚珠小10天，却并不妨碍小家伙从会走直接跳到爬树。如此看来，不光人类社会拼命内卷，就连看似最安逸的熊猫界也是如此。带娃不易，爱宝叹气，原来逼疯优雅的爱女士只需一个福宝。
要知道，在福猪猪到来之前，小爱也是只甜美可爱的熊熊，每天被奶爸们的彩虹屁包围，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忧愁。然而有了福宝这个逆女后，爱宝才终于体会到熊生险恶。当福猪猪上一秒造完青团，下一秒就把屁股往爱宝脑袋上使劲蹭，看到妈妈趴在木架上放空自己，调皮的福宝就一口一口咬后背的毛。不仅如此，妈妈吃饭他直接掀桌子，妈妈不让爬高，他偏要往最高的树上爬，甚至还胆大包天的给了爱宝一巴掌，气得爱女士直接死亡凝视震慑熊孩子。福猪猪看到老妈的眼神杀后，吓得瞬间呆滞，一动都不敢动，生怕爱女士发飙胖揍自己。别看福宝认怂速度倒挺快，但他向来是口服心不服，每次在泥地里打滚，把自己弄成脏脏熊，福猪猪就要找最爱干净的妈妈贴贴，以至于原本浑身上下白白净净的爱宝，左一块灰右一片黑，格外滑稽。而母女俩排排坐吃竹子的时候，满地的竹子都入不了福宝的法眼，非要作死去抢爱女士手里的。经过一系列生拉硬拽后，终于到手。可福猪猪刚要吃到嘴里，就发现爱女士甩来一记眼神杀，福宝瞬间静止，乖乖把竹子还给妈妈。果然再皮的小熊都害怕血脉压制，或许正是有了福猪猪这个前车之鉴，爱宝带双胞胎时主打能动手就不多逼逼。当贪玩的瑞宝非要往树上爬的时候，爱女士冲上去就是一个致命锁喉，吓得瑞宝连连求饶，才终于保住小命。不仅如此，前几天双胞胎过生日时，辉宝仗着寿星身份对爱女士重拳出击，看在生日宴的份上，爱宝本想忍忍，可牙都咬碎了，才发现根本忍不了一点。此外，辉宝和福宝一样喜欢咬妈妈的毛，爱宝猝不及防被咬下来一大块，瞬间炸了。追上罪魁祸首渣渣辉就是一顿胖揍，战况之激烈吓得江爷爷赶紧劝架。不过有时爱宝也会被双胞胎拿捏，姐妹俩一个抱头一个拖后腿，愣是让战斗力爆表的爱宝手足无措，最后干脆直接坐在木桥上摆烂。只能说拥有一个熊孩子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同时拥有两个。原来自从福宝回国后，乐宝一直惦记着他。当初福宝离开爱宝乐园后，乐宝就敏锐察觉到女儿的气味消失了，于是江爷爷告诉他福宝已经回家了。听懂的乐宝靠近栏杆不停哼哼叫，仿佛在叮嘱请照顾好我的女儿。原以为乐宝只关心自己的妻子爱宝，没曾想也会跟人类爸爸一样惦记自己的孩子。虽然乐宝熊生使命里并没有待宰的责任，但其实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福宝的存在。当初爱宝历经数个小时产下福猪猪，那一刻嘹亮的啼哭声响彻整个房间。乐宝听到后激动地爬上栏杆使劲张望，江爷爷看到他望眼欲穿的模样，笑着告诉他有了一个女儿。乐宝顿时露出和爱宝相亲时一样的傻笑，像每个初为人父的人一样紧张又兴奋。当福宝5个月大的时候，小家伙第一次跟妈妈来到201，而这也是离乐宝最近的房间。闻到气味的乐宝兴奋地上蹿下跳，并趴在栏杆上嗷嗷叫，表达自己的想念。结果非但没有见到日思夜想的妻女，声音还吓得爱宝叼着福猪猪转来转去。江爷爷只好来制止过于兴奋的乐宝，示意他收敛点，不要吓到爱宝和福宝。虽然无法安排乐宝和福宝相见，但饲养员们想出了交换气味丰容的办法。只见圣熙阿姨将福宝玩过的竹球和他没有玩过的小球一同拿给乐宝，没曾想他马上就闻出了福宝的味道，开心的抱在怀里贴贴，就像在抱自己的女儿。而另一个没有气味的小球一直没有去碰，不得不感叹血缘关系的神秘和伟大。等到福猪猪长大后，他也开始对隔壁的胖大叔产生兴趣，还被爷爷逮到撅着屁股从门缝中偷看。而乐宝则显得淡定多了，咔咔炫竹子。于是宋爷爷拆下带有乐宝气味的牌匾，安装到了福宝的小木床上。而福猪猪在看到老爹乐宝留下的信后，高兴地用各种姿势和牌匾贴贴，果然还是有血缘关系的。想当初爱宝第一次发现乐宝留下气味，一向优雅的他可是发了好大的脾气，要不是相亲时看到乐宝又帅又体贴，估计也不会有福宝这个爱情结晶。老宋为了弥补乐宝不能和福宝相见的遗憾，特地将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播放福宝视频。乐宝目不转睛地看着爱宝和女儿，虽然乐宝永远无法和福宝相见，但想必这份思念会支撑他整个熊生。